家道中落那年，我沦落到勾栏，成了官妓。奶娘带着银钱赶到时，我已经被老鸨灌下了绝嗣汤。进了这地方，便没资格生养了。这碗绝嗣汤下去，保你以后干净利落。奶娘终日以泪洗面，直到有一爽朗男子登门，只用2块腊肉和1袋小米，便定下了我与他的婚事。那是城东豆腐坊陈家的儿郎陈安，说是要求娶小姐你，小姐可愿意？愿意的。小姐长大了，若是从前，小姐受委屈了。我自然知道他想说些什么。若是在从前，这样的人户自然是配不上我的。但如今，我没得选。3月前家中突防变故，父亲与弟弟被判了流放，母亲使了银钱，才保全了他与姐姐得以去京都投靠故人。而我这个不受重视的庶女，自然就只有流落到勾栏成为官妓的份儿。被那老鸨灌下了绝嗣汤后，我本以为只能与奶娘相依为命，了却残生，如今却没想到有人上门来提亲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会对她好的。2块腊肉，1袋小米，我的后半生便定下了。这滋味似乎也不错。除了常见的婚书、金帖和大雁，陈安还送来了8担白米、8匹扎实的布料、6只鸡鸭、1杠子厚重的猪油，还有1小罐珍贵的精盐。哈哈哈哈哈！想着头一回来得带些东西，便置办的多了些。这哪里是多了一些？陈老哥，这礼也太重了。饶是我从前出身官宦，也晓得这其中的轻重。陈家这是下了血本。这个送给你的。那天在院里看见你拿着烧焦的炭笔在地上划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这些。你连这个也注意到了，谢谢。你喜欢就好，看来我没买错。日后你若是喜欢，每日都能写。宣纸虽有些贵，但我会努力，以后一定让你用上最好的宣纸。这日子好像也不错。奶娘，这种时候陈家能给这些已经很体面了。我从前的那些事，陈家人都知道吗？若是欺瞒，婚后必生嫌隙，与其到那时被抱怨，我还不如不嫁。小姐放心吧。这，让我们看看你这新媳妇长什么样呗！今日我成婚，谁要是吓着我媳妇儿了，我可跟你们没完！不过是勾栏瓦舍出来的货色，装什么啊？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陈安他没告诉他娘我从前的事吗？我说陈家婶子，你和陈老哥竟是急着抱孙子，也不能找这样人户的女子做儿媳呀。往轻了说，那是名声不好；往重了说，不是脏污你们陈家的门楣吗？就是，勾栏出身能有什么好的？不过生的一副好面皮儿罢了。陈家婶子，你还快管管你们家呢！打得好！一个男人连媳妇儿都护不住，还算什么男人？方才我便想问你怎么回事，成婚这样大的喜事儿，怎么请的个个都是安扎人？这才是脏污了我陈家的门楣。阿瑶，既然嫁进来，过往种种便都散了。从今往后，
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儿媳。竟睡到了日上三竿。昨日大婚奔波劳累，夜里又因那场纷扰想了许久，竟误了给公公婆婆请安的时辰。婆母陈安，儿媳起晚了，还请婆母见谅。我们庄户人家不讲这些大宅院里的规矩，想睡到几时便睡到几时。肚子饿了吧？锅里有给你留的早饭，快吃些吧。若是吃不惯这些，便再等1刻钟。安儿和他爹快收摊回来了，到时带些自家做的豆花也是极好的。这些就很好了。这种感觉竟是久违了的安稳。阿瑶吃得惯就好。要说我们安儿娶了你，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若是从前，这混小子哪里配得上你？从前对我来说已经太遥远了，那些虚浮的富贵，终究抵不过此刻肚里的温饱。陈安他很好。哎呦，这孩子就是嘴甜。谢家阿瑶已经死在那场变故里了，现在的我得为自己实实在在的活着。这豆腐日日都卖不完吗？倒也不是，往日能卖个7、8成，只是半月前开始，这生意突然就不行了。还不是诚信那家姓李的，新开了家豆腐坊，诚心抢我们的生意。原来是有了对手。人家李家豆腐坊的价钱实惠，这些买主们自然就去他家买了，哪里还用得着抢生意？哪里不是抢了？我们陈家豆腐坊开了10几年，每日里用的黄豆都是最新鲜最饱满的，虽原料贵，可做出来的豆腐又香又滑。你再去瞧瞧他们李家的豆腐，不香不说，闻着还略微带着些味儿。也就是那些人不懂门道，舌头也钝些，否则哪里能轮到他们来抢我们家的生意？别管他，我们吃饭。守着老招牌吃苦，不如另辟蹊径。陈安，日后咱们陈家豆腐屋别做豆腐了，如何？不卖豆腐了，那全家靠什么过活？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我们陈家做了10多年的生意，如今骤起就叫不要卖豆腐了，你这孽子也说得出口？爹，你听我说完啊！哎，刚成亲不过几日，就敢来做你爹我的主了！哎呀！公爹，别打他了，这主意是我出的。你的主意？阿瑶，你可别是心疼安儿才替他圆谎。的确是儿媳的想法。城中既然有了李家豆腐坊，那不论咱们豆腐做的好坏，生意总要被抢去一半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主动放弃豆腐。是啊，咱们得做新花样。可不做豆腐，我们家还能做什么活计呢？不做豆腐，咱们卖豆花。昨日香笼里的豆花全卖光了，说明买主们是认咱们豆花的。与其做的杂，不如做的精，专攻豆花这一样。可城里卖豆花的都是些双居妇女，心思细致，咱们男人家去做，怕是没竞争头。城中卖的豆花都是甜口的，加些糖水红豆，没什么新鲜。可咱们家可以卖咸口的。来，阿妖，新鲜出炉的咸豆花，
好吃。咸口的豆花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闻所未闻，这咸豆花能行吗？爹，阿瑶说能行，那就一定能行。你这混小子，还没过门几天就全听媳妇儿的了。咸豆花的精髓全在酱汁。当年在府里，奶娘特意找江南的大师傅学了这手艺，没成想在这儿派上了用场。成了，这豆花点的刚刚好。瞧你那馋样，快尝尝吧。不好吃。我也试试。绝了，这生意指定能成。抢疯了！阿鸟，你是没看见，好多人晚一步都没买到。王家妹子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这钱你得收一半。这都是小姐的主意，钱不钱的不打紧，只要陈安往后能待阿鸟好，我就知足了。王大娘放心，我自然是会待阿鸟好的。虽然平淡，但这样欣欣向荣的日子似乎也不错。罢了罢了，王家妹子这手艺，咱们是真学不来。既然这酱汁离了你不行，往后这卖豆花的银钱分你30%。奶娘是为我留了一手，在这世道，唯有手中的银钱和不可替代的手艺最可靠。只要生意要做下去，他们便不能怠慢我。这可是卖酒的铺子，租金要不少银子。咱们做了10几年豆腐，都是挑担子走街串巷，这要是亏了……是啊，万一砸手里，那就是血本无归。爹娘，这些银钱本就是这1月才赚下的，若不去搏一搏，又怎么会晓得输赢？阿瑶值得更好的日子，咱们得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大家别急，豆花管够，豆渣饼刚出锅喽。小安，这儿人多眼杂，还不快把阿妮送回家去？哎，知道了。一个人在家别怕，积压我的胃过了，若是有事，尽管来铺子寻我。听他这口气，倒不像在叮嘱妻子，像是在照看垂脱小儿。阿瑶，你如今过的竟是这般的日子吗？阿嫣，枉你从前也是尚书府的贵女，如今竟嫁给了这等凡夫俗子，还穿成这副寒酸模样。我不嫁给陈安又能如何呢？你与母亲倒是躲过了一劫，可我是被充作了官妓的。若不是奶娘和陈安，我如今能不能站在这里都两说。身为世家贵女，沦落到那种安糟地方，你竟还想着活命，难道不该以死明志吗？如若不是父亲被人指控贪污，导致整个谢家都被一网打尽，我又怎会如此？你与母亲倒是能寻人庇护，父亲也能另谋其路，我便只能去死吗？你真以为父亲贪污幸会了，不过是挡了他人道路罢了。挡了路？什么意思？父亲是被冤枉的。如今谢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已是靖安王府的世子夫人。母亲念着旧情，特意让我来寻你。若你肯返京，我们也能庇护一二。母亲为你相中了一门好亲事，等着你回京成亲。你一嫁过去，就是当家主母，总比在这里受罪强100倍。我说过，我已经嫁人了。罢了，你这一时想不明白也正常。3日后我再来，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，是做贵夫人，还是守着你的豆腐郎过苦日子？小姐，如今夫人和大小姐已经在京都站稳脚跟了，这些事儿你可知道？白日里狄姐已经来过，
同样是尚书府的小姐，如今大小姐得嫁高门，小姐你却……陈家人待我很好，好是好，可陈安那种身份，与小姐你终究是不匹配的。也怪老奴当初鼠目寸光，若是咱们再熬上几个月，如今小姐也不必。若是再等几个月，那时候我恐怕早就死在沟南里，或者是饿死在街头了。陈安是我走投无路时唯一的依靠。奶娘，不必再说了。如今的境况已经很好了，即便是我真能嫁去京都，难道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吗？那建议大夫家的嫡子最是上进，前途无量。小姐，你与陈安成婚不过数月，若是……是陈安。3日之期已到，你到底想好了没有？跟不跟我走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已经嫁人了，还要想什么？原来如此，妹妹，碾死几个蝼蚁，在京都权贵眼里不过是弹指间的事。你若是当真割舍不下那个豆腐郎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变成寡妇，到时候孤苦无依，自然就只能乖乖跟我回京，也省了许多麻烦，是吗？嫡姐如今虽是侯府贵眷，可没有娘家撑腰，到底也是没有底气吧？若是真惹上人命官司，世子会替嫡姐撑腰吗？你没想到你竟这般不知好歹，母亲为你费尽心力寻的好姻缘，也被你如此糟践。好姻缘？嫡姐当真以为我不知晓你们的心思吗？当初我沦落勾栏，你们怎么不为我寻门好亲事？如今倒是想起我了，好歹也是在大宅院里长了10几年，嫡姐真当我是个傻的不成？你以为你那丈夫陈安便是个好的？若是你婆母知道你不能生育，你猜这家人还容不容得下你？哪里来的安杂婆？谁准你进我家门了？生不生育，那也是我陈家的事，轮得到你这个长舌妇来说三道四吗？哼！阿瑶生得好看，瞧面相就是个有福气的，哪像你这般尖酸刻薄。莫说阿瑶没生过，就算你生过，瞧你这副刻薄样，也是个克夫克子的绝命。谁给你的胆子来骂我儿媳？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娘今日也要跟你说道说道。贱民，你们这些贱民！你说，要是这些贱民知道你出身勾栏，被人糟践过，还会有人来买你家的豆花吗？如今谢家没了，你我也不必再姐妹相称。你若是不想平安过日子，自然有不平安的等着你。你说，若是靖安王世子知道你婚前曾与人苟且，被正头娘子捉奸在床，甚至肚兜都敷在人家脸上，他还会让你做这世子夫人吗？你也不要妄想杀人灭口。这桩密文我早已写成信件，寄存进了京都的一家铺子里，每月都会差人送银钱去续存。只要我死了，或者银钱断了，那封信就会立刻被送进靖安王府。阿瑶，50两！阿瑶，整整50两银钱啊！以前我和安儿走街串巷卖豆腐，累死累活1月才赚5两，如今竟然翻了10倍，这全是咱们阿瑶的功劳。阿瑶，你真是我们陈家的福星。嫡姐自那日被打后，果真再没露过面。只要日子过得红火，那些阴暗的过往终会被冲淡。阿瑶，你当真派人送了那封信去京都？京都有没有那样的铺子，我都不知道，更别提送钱了。可像嫡姐那样心虚的人，只要一个虚无缥缈的威胁，就足以让他胆战心惊。阿瑶既打定主意留在咱家，你日后必得好好待她，不能叫她受半分委屈。儿子知道，只是子嗣一事，母亲莫要为难阿瑶。
若不是谢家落难，我连他的衣角都是碰不到的。如今能这样守着他，我已经很知足。我自然晓得，生不生孩子有什么打紧，只是你这木头，新婚夫妻日日分床睡，像什么话？你要多讨阿瑶欢心才是。我说陈家婶子，你们家这生意当真是红火啊！如今进第2家铺子，说开也都开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还是要多亏了我这儿媳，否则我们家这生意怎么做得起来？这儿媳好是好，可没孙子，到底是没了传承啊！这好端端的铺子，日后怕是也要便宜旁人。陈家婶子，若是安儿日后没得儿子，便过继我家小子当儿子呗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儿子给小安当儿子，那不是差辈分了吗？这有什么打紧的？有这铺子，我当孙子都成。这过意怕是不成了。张大夫说，我有了身孕。不说灌了绝嗣汤了吗？怎么还能生？阿娘，这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，张大夫亲自诊的，还能有假？娘，你要做祖母了，免单！今日吃豆花的一律免单，老陈都请客。你想要闺女，还是儿子？我不管闺女还是儿子，小名都叫平安，寓意好。这不和我重名了？哪有闺女和爹一个名字的？日后若是你们换安安，是叫他还是叫我？有道理。儿子，如若不然，你改个名字吧。阿瑶，这蛋都放黑了，闻着还有股子怪味儿，真能吃，莫要伤了身子。娘放心，这叫皮蛋，用石灰泥裹了3个月，最是清热降火。哎呦，这味道齐了，闻着冲，入鼻却有一股子清凉、滑溜、清爽。阿瑶，你这脑瓜子是怎么长的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嘞！陈家新出的铁板豆腐、皮蛋嫩豆腐，独一份的方子，别处吃不着。陈小哥，给我来一份铁板豆腐，多撒点辣子。我要那个黑黢黢的蛋，看着新奇。阿瑶，累不累？去屋里歇着，这儿烟大，别熏着孩子。这红缎子颜色正，给我家媳妇儿做小肚兜。还有这银锁片，给我家平安买2对。陈掌柜，您这真是恨不得把全城的宝贝都搬回家供着媳妇儿啊！我媳妇儿带着球给我挣家产，我不疼她疼谁？腿都肿了一圈，明日不许去铺子了。不碍事的，我有分寸。如今2店刚稳，咱们得多攒些银钱，日后孩子落地，开销大着呢。阿瑶，遇见你，真是我陈安修了8辈子的福气。呀，他踢我了！平安乖，别闹你娘，等你出来，爹给你磨一辈子豆腐吃。大家快看呐！陈家豆花吃死人了！我兄弟刚吃了1碗皮蛋豆腐，人就不行了。哎呦，我就说那黑黢黢的蛋瞧着邪门，莫不是真有毒？赔钱！今日不赔50两银子，老子砸了你这黑店！你这豆花，胡说！我家的豆花和蛋狗仗都是现做的，我自己天天吃都没事。慢着，若真是我家的东西不干净，陈家绝不推脱。但若是有人存心讹诈，我谢阿瑶也不是好惹的。证据就在这儿，你这婆娘还敢狡辩？你说这碗有毒？哎呀，你还怀着身孕，万一……我不仅吃了，还要请回春堂的张大夫当众验一验，这碗里到底添了什么东西。这哪是中毒，这是巴豆粉掺了皂藻水。这位小哥，皂藻水味道苦涩，难为你为了演戏喝这么多。说，是谁给你们扒豆腐，指使你们来败坏陈家名声的？没人指使。不说，陈安，送官。
我说是城西李家豆腐铺的掌柜给了我们5两银子。还不老实交代！李家豆腐铺的掌柜平时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敢玩命？陈爷饶命，李掌柜确实给了钱，但我听他跟一个婆子接头，那婆子穿的体内，说话一股子贵气。那婆子可曾提过什么？好像提到了世子夫人，还说什么这种贱胚子不配留后。狄姐，你终究还是坐不住了。东家，那李掌柜没回家，反而进了一家隐蔽的茶楼。我翻墙瞧见他对着一个蒙面的贵夫人磕头领赏呢。阿瑶猜的没错，果然有后手。再去探查一下，他们在作何打算？是。小姐，既然知道了是大小姐在背后捣鬼，咱们直接报官不行吗？不，她如今贵为世子夫人，报官只会石沉大海。要打，就要打在她的7寸上。阿瑶，那姓李的竟然在暗中大批收购陈豆、梅豆。哦，他想做什么？他打算把这些次货磨成粉，掺进咱们陈家专用的豆种里，然后再低价卖给咱们的供货商。到时候咱们收了坏豆子，磨出来的豆花变质，神仙也救不了。李掌柜，听说你这儿新到了一批上好的黄豆，如今我陈家2店开张，豆子缺得紧，你开个价，我全包了。哎呦，陈老弟，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豆子，本想留着自己磨的。既然你急用，那价格可得翻1倍，翻1倍就翻1倍。只要豆子好，我陈家出得起银子。这豆子都发霉生虫了，全是陈年烂豆。安儿，你糊涂啊！花双倍价钱买这种垃圾。完了，这么多银子全打水漂了，那李掌柜诚心要害咱们。爹娘，莫急，陈安是按我的意思买的。奶娘，去把这张告示贴在正门口，就说陈家豆腐坊今日起正式推出纯手工精选豆计划。各位乡亲，大家请看，这是李家豆腐坊卖给我们的次货。但我陈家做生意讲的是良心，这些豆子我们一颗都不会磨进豆花里，我们要请城里的贫苦百姓来帮工，将每一颗发霉的豆子挑出来扔掉，只留剩下的那一成精选好豆。陈家媳妇真是活菩萨，不卖坏豆，还给穷人找活计。李家豆腐坊太缺德了，竟然卖这种毒物！有谁还敢买他家的？快！你小心我那批豆子明明卖了高价，钱都被那贵人拿走了。李掌柜，你那批烂豆子害得名声臭了大街，如今铺子开不下去了吧？我家夫人说了，看在同行份上给你留口饭吃，这铺子陈家收了。狄姐，你送的大礼我收下了，现下轮到你了。阿瑶，这日头瞧着稳当，奶娘去哪儿了？刚才还说去西街给你买最爱吃的酸杏脯，这都2个时辰了。西街不远，来回半个时辰足矣。奶娘做事最是稳妥，绝不会贪玩误事。东家，不好了！刚才有人在后巷看见王大娘被2个粗壮汉子捂住嘴，塞进了一辆黑布马车。什么？往哪个方向去了？瞧着像是往城北废弃的乱葬岗那边去了。那帮畜生！阿瑶马上就要生了，离不开奶娘。阿娘，你怎么了？娘是这可怎么好？稳婆还没请来，奶娘又不见了，安儿也不在。娘，别慌，去把大门锁死，谁叫门也别开。去厨房生火，多烧热水。狄姐，你选在这个时候劫走奶娘，是想让我一尸2命吗？
老太婆，怪就怪你跟错了主子。那位夫人说了，只要拖住你1个晚上，你那小主子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动我家人者，死！找死！快回！小姐产期就在这2天，大小姐这是存心要她的命啊！阿瑶，用力！稳婆还没到，你得撑住啊！娘，别怕，我撑得住。去拿那个老参，切片给我含着。谢家没弄死我，勾栏没弄死我，区生孩子而已，休想收我的命！安儿，你肩膀怎么了？别管我，奶娘快进去！臭小子，产房你进不得！小姐看见头了，再加把劲儿！是一对龙凤胎，先出来的是哥哥，后出来的是妹妹。好，大名等阿妖定，小名就按我说的，平平安安。阿瑶，辛苦了，这名字好。就是要再叫安安，我就真的去官府改名叫陈大漠了。诸位乡亲，今日我孙儿孙女满月，大家吃好喝好。陈家这日子是过神仙了，咱们还在为几文盐钱发愁呢。各位乡亲，今日不仅是2个孩子的满月，我还有个决定。陈家豆花店从今日起改名为阿瑶豆花。改，阿瑶是咱家的功臣，叫什么都行。我看大家日子过得艰难，陈家愿将做豆花的方子授权给各村镇，只要是手脚勤快的妇女，陈家免费教手艺。阿瑶，你说真的？这可是发家的方子。真的，只需从陈家购买统一的豆种和秘制酱汁，你们卖出的豆花利钱归你们自己，陈家不抽1文。小姐，这招真是妙，他们拼了命也会维护陈家名声。利散则人聚，现在全城的人都在替陈家做生意。媳妇儿，你现在不仅是全城的财神爷，还是那些穷苦人家的救命菩萨了。陈安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要让我们的豆花顺着商路开到京都去。小姐，老奴这把老骨头了，拿惯了造火棍，哪里握得住这金贵的笔杆子，平白糟蹋了纸墨。奶娘，如今我身子笨，陈安又要忙外务，这账目书信，若没个信得过的人帮衬，我心不安。好，只要能帮上小姐，老奴定要把这些字啃下来。各家出台时，多留意街头巷尾的消息。哪家当官的纳了妾，哪家豪绅倒了霉，甚至是京都来的马车停在了哪家客栈，事无巨细。每日收摊后报给阿旺。东家放心，大家伙感念夫人的恩德，都攒着劲儿想报恩呢。东家报恩。这些走街串巷的摊贩，就是我伸向全城的触角。比起虚无缥缈的权势，这些讨生活的人消息最是灵通。听说了吗？京都那边来了大马车，直接进了县衙后门。嘿，我瞧见那车架挂上挂的灯笼是靖安王府威风的喜印。小姐，消息传回来了，靖安王府的人已经进城了。定是那谢迪姐又作妖。阿瑶，我带兄弟们守着铺子，看谁敢暖来。京都离此地千里，若没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他们不敢明抢。阿瑶豆花，哼，
起这种乡野名号，当真丢尽了谢家的脸面。哪来的野狗在这儿乱吠？想吃豆花排队，不想吃滚蛋！二小姐，老奴奉世子夫人之命，特来清算账目。账目？我陈家的账，何时轮到外人来算？世子夫人说了，当年你出嫁，谢家念在骨肉亲情，私下拨了1000两白银做你的本钱。如今谢家遭难，这银子还有这生财的豆花铺子，理应作为谢家祖产，由世子夫人收回充公。1000两，谢家不是抄家了吗？哪来的私房钱？莫非这陈家当真是靠谢家救济才发起来的？1000两！当初阿瑶进门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，你们谢家真是睁眼说瞎话！放肆！王府行事，岂容尔等贱民智慧？二小姐，夫人念你生了龙凤胎不易，只要你交出方子和铺子地契，夫人保你在王府有个容身之所。否则，这京郊外的乱葬岗可不缺这一家几口的孤魂野鬼。收回祖产，好一个名正言顺的强盗逻辑。谢管家，你帮我带句话回去，我谢阿瑶的东西，就是喂狗，也轮不到他来抢。不知好歹！来人，给我封店搜查！谁敢跨过这门槛一步，老子卸了他的腿！陈安，你不过是个杀猪磨豆腐的贱民，竟敢对抗静安王府！二小姐，这豆花铺子既是谢家本钱所开，便是谢家产物。你若执迷不悟，不仅铺子保不住，你这全家老小的性命怕也难保。谢管家口口声声说这铺子是谢家祖产，拿的是谢家的本钱，可有凭证？白纸黑字，这1000两银子的借据在此，你还想抵赖？巧了，我这儿也有一份白纸黑字。第一份是谢家主母当年亲手签下的卖身契，我谢阿瑶当年是被谢家作为弃子卖到了勾栏。第二份是我与陈安在县衙官印改章的婚书。大庆律法，女子既已出嫁，生是陈家人，死是陈家鬼，我谢阿瑶的所有营生皆入陈家户籍。你若执意要收，咱们线下就去县衙，请知县老爷查查这银子的来路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群贱民，给我打！不可！安哥小心！东家有难，乡亲们，王府的走狗要拆咱们的活路了！谁敢动陈夫人，老娘跟他拼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我可是王府的人，尔敢！滚开！捕快大人，快抓强盗！这伙人光天化日抢劫民财，行凶杀人！你是傻子吗？那是刀，你扑过来做什么？阿瑶，你是我的命，我不疼，真的。陈安，这辈子我谢阿瑶绝不负你。阿瑶，这豆浆熬出的皮子晒干了硬邦邦的，当真能吃？这叫腐竹，也叫干豆皮，新鲜豆花半日即腐。可这东西只要不沾水，放上1年半载也不会坏。咱们的豆花在城里红火，可终究走不出这方圆50里。有了这腐竹，陈家的生意就能跟着驼铃响遍大庆朝。好劲道，陈夫人，这东西当真能存放数月。我们走南闯北，最愁的就是路上没个新鲜嚼头。老板，这一捆不过2斤重，泡发开来却能出1大盆，无论是炖肉还是拌菜都是极品。最要紧的是它轻巧易携，不占马车的分量。哈哈哈，妙啊！这一路往北，
邻省的贵人们就爱这些稀罕货。等我通知头，你这儿有多少，我们全要了。轻点抬，这可是发往邻省的宝贝，火星碰坏了唯你是问。小姐，以前咱们是求着人家买，现在是人家求着咱们卖。那谢管家若是知道咱们生意做到了邻省，怕是要气得吐血。谢迪姐只盯着眼前那点蝇头小利，却不知这商路才是真正的命脉。这伤疤怕是要留一辈子了。留着好，这是我护着你和孩子的念想。阿瑶，等府主的银钱回来了，咱们再开几个大工坊，让全城的人都来给咱们干活。齐领队，生意归生意，盯着我媳妇儿看作甚？像，太像了。敢问夫人，祖籍可是京都，家父可是曾任兵部尚书的谢远山大人。齐领队，这种玩笑开不得。卑职齐猛曾是谢老将军麾下副将，当年谢家蒙难，卑职死里逃生，改名换姓。二小姐，卑职绝不会认错谢家人的模样。齐叔，快请起。你既然常年往返北京商路，可有我父兄的消息？半月前，卑职押货经过北境流放地黑水矿场，在那儿见到了谢老大人和谢小公子。他们过得如何？惨不忍睹。矿场督工受了京中贵人指使，日日鞭挞谢老大人。老大人年近60，还要在没过膝盖的冰水里背矿石。小公子生了冻疮，连口热粥都喝不上。京中贵人定是那谢迪姐和王府的人，存心要逼死亲爹亲弟。他们想让父兄悄无声息地死在那儿，好彻底断了谢家的根，让谢家再无翻身之日。七叔，你的商队下月何时启程？只要小姐一句话，卑职随时可以出发。我要运一批腐竹去北境，我要往里面藏银票、伤药和御寒的皮袄。阿瑶，商路凶险，这次我亲自去。不行，北境苦寒，万一被发现。我是豆腐郎，也是你男人，你守着铺子和孩子，我去替你护着父兄。阿瑶，信我。媳妇儿，都装好了。最中间那3车，腐竹层下压着你缝好的夹层，药材、银票，还有那2件狐皮大氅，一根毛都没露在外面。小姐放心，商队里全是信得过的兄弟，定出不了岔子。这是刚出锅的油炸豆皮和干粮，路上当心。陈安，万事以保命为先。陈老弟，以前觉得你只是个本分的豆腐郎，没成想这北境的苦你竟一声没吭。阿瑶在家里撑着那么大的摊子，还要对付王府那些豺狼，我这点累算个屁。官爷，咱们是邻省送腐竹的，想在这儿讨口热水喝。陈老弟，你还会看图画录？阿瑶教过我识字认图。齐大哥，回城咱们得换条路。来时我看那一线峡地势险要，若想接触岳父，那儿必是变数。小姐，咱们派出的信社带回了大消息。如今京都朝堂上闹得不可开交，当年主使构陷谢老大人贪墨的，除了咱们已经调查的那几位，幕后竟还有靖安王府的身影。陈老弟，该撤了，督工过来了。奶娘，传信给阿旺，动用所有的疆场渠道，把谢家父子在北境惨遭王府毒手的流言，先在邻省传开，再顺着商路汇进京都。小姐，这可是走钢丝，万一王府报复，只有把水搅浑，谢家才有平反的机会。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谢家父子还活着。谁若让他们死，谁就是做贼心虚。
乡亲们，今日陈家举办百家豆花宴，凡进城难民皆可免费领一碗热豆花，2块干酥皮。本官巡视各州，多见豪绅闭门避难，未曾想这小小县城竟有一妇人有此凶劲。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位陈夫人不仅施善，还雇佣这些难民在豆花锅坊做工，这方圆百里的灾民多半被她安置了。哦，走，随本官去见见这位奇女子。好手艺，陈夫人，你一介商户，散尽家财安置难民，所求为何？回大人，民妇所求不过安稳2字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与其让他们流离失所成为乱民，不如给他们一份活计。民妇斗胆，请大人准许陈家在临近3县扩建工坊，以工代赈，如此可保地方太平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，此策深得朝廷安民之要。陈夫人，这是巡抚大人亲笔题字，家家巡抚大印。往后在这地界，谁敢动陈家，便是动了朝廷的脸面。小姐，有了这护身符，大小姐再想动咱们，可就难如登天了。护身符已到手，奶娘收拾东西，等陈安从北境一回来，咱们进京。平平安安，爹回来了，爹回来了！瞧这小胳膊小腿长得真快。阿瑶，这京城那是虎穴龙潭，咱们在这小城有吃有喝，还有巡抚给的义父牌子，何苦去遭那份罪？娘，京都不仅有仇人，更有我谢家的根。若不回去，这辈子都得活在阴影里。您和爹守好这老店，那是咱们的退路。阿瑶，你看我这样像不像个体面人？听说京里的人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我怕我这口土话一张嘴就给你丢脸。陈安，你救我命，护我父兄，你是这世间最顶天立地的男子。在京城，你不需要学那些虚伪的官话，你就做陈掌柜，我做你的掌柜夫人。哪儿来的？做豆腐的。邻省义父陈氏来京都营生，这是巡抚大人的保荐信。小姐，这地儿离静安王府不远，又够隐蔽，是个打探消息的好地方。去，把招牌挂上。京都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欠我的，通通还回来。阿瑶，这京城的租金可真贵，赶上咱们老家10个铺子了。咱们这安记要是开张不利，我非得心疼死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更何况咱们开这家店本就不是为了求财。小姐，不出所料，咱们进京的消息已经传进静安王府了。听说大小姐在府里发了好大的福。那个小可爱竟然还没死！不仅没死，还敢带着那个野汉子到我眼皮子底下开店，他这是在打我的脸！夫人息怒，二小姐现在挂着巡抚亲赐的义父评号，咱们若是明着动她，怕是会招惹闲话。义父，呵呵，不过是个卖豆腐的贱婢。明儿开张，你去给京中那些交好的贵女们下帖子，就说我请大家去瞧瞧，我那失散多年、自甘堕落的庶妹是怎么在泥坑里求生的。哎呀，这就是妹妹开的铺子，这股子豆腥味儿，当真是冲得紧。熏坏了各位姐姐妹妹可怎么好？
这便是当年的尚书府二小姐，如今竟沦落到与这些下贱物为伍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嫡姐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。只不过，这下贱物也有下贱物的用处。今日开张，不卖豆花，只请各位贵人品鉴我研制的养生美容豆乳。这豆乳不仅能美白肤色，更能滋养气血。世子夫人最近面色暗沉，眼角细纹横生，怕是操劳过度，正该多喝几杯补补。面色暗沉，自投罗网。嫡姐，这网到底是谁撒的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妹妹真是说笑了，这乡野粗人吃的豆浆，换个名头叫豆乳，就能登大雅之堂了？这下贱东西吃进肚里，怕是会污了各位姐姐的贵体。嫡姐此言差矣。这豆乳是以长白三人参、深山血儿浸泡上品黄道，历经9滤9蒸而成。民妇这些年操劳，肤质却依旧胜过养尊处优之人，全赖此物。嫡姐若是不信，大可问问身后的诸位夫人，谁不想容颜永驻？咦，竟全无豆腥味儿，反而有股子清幽花香，入口绵稠，生津止渴。你们不过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也值得你们如此哄抢。诸位夫人，这豆乳每日只供50瓶，名为玉容露。今日开张，每人限领1瓶。若是用得好，明日请早。陈掌柜夫人，给我留1瓶，我出双倍价钱。谢阿瑶，你给我等着！弄这些歪门邪道，我看你能得意几时！媳妇儿，你这招叫什么来着？欲擒故纵，瞧那谢嫡姐气惨了。小姐，这一招不仅赚了名声，还把京城各府的关系给摸透了。这只是诱饵，那些贵女不仅爱美，更爱嚼舌根。只要她们喝了我的豆乳，京都的大门就算是对我彻底敞开了。嫡姐，你费尽心思请来的贵客，现在都成了我的座上宾，这滋味好受吗？安记，豆乳养颜，有趣。这位爷，买豆乳请排队，今日只剩最后3瓶了。我全要了，叫你们家主事的人出来说话。原本以为是个粗俗村妇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橘色。谢家二姑娘，经年不见，你倒是比在尚书府时更有韵味了。世子爷言重了，民妇如今只是陈家妇，担不起谢家名号。陈家妇嫁给那个满身豆腥味的粗鄙汉子，当真是暴殄天物。豆乳在这儿，银子退你1半，最后3瓶只卖给夫人小姐，爷们儿喝了不长力气。卑贱之徒，也配在本世子面前叫嚣？世子爷若想豆乳，民妇欢迎；若想寻衅滋事，这京城天子条下总有说理的地方。好，有性格。比起府里那个只会摔瓷器的蠢货，你确实有趣的多。本世子看上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世子爷，听说那二妹妹在闹市卖弄，正想请爷教训。教训？你若有阿瑶1半财力，本世子也不至于丢尽颜面。偏院开枝减半，无事别招惹他，更别让我看见你。谢阿瑶，又是你！你抢了我的名声，还要抢我的男人！阿瑶，何必守着那个只会磨豆腐的粗杂？只要你肯进王府，哪怕是个侧妃，也比在这烟火之殿操劳强100倍。世子爷自重，民妇虽出身微贱，但也知廉耻2字。您家中已有嫡姐，如此纠缠，不怕污了王府名声？名声，在这京都，本世子就是名声。
你那嫡姐不过是个空壳子，本世子早已厌恶之极。跟了我，保你荣华富贵。哼唱轻快小曲儿。谁敢偷袭本世子？放开！哎呀，让你惦记我媳妇儿，让你世子，老子打死你这个登徒子！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那啥，刚才陆华摔了一跤。摔跤能把手摔肿？我看你是去磨豆腐了吧？他欺负你，我忍不了，大不了这条命赔给他。傻子，打得好，但你这手脚太糙了。鞋底的泥要刮干净，那是巷子里的青苔，容易被认出来。还有，这衣裳得烧了，沾了那人身上的脂粉味。媳妇儿，你不怪我闯祸？哼，他自寻死路，怪谁？陈安，记住，下次套麻袋要用进了水的生麻布，不出声，痕迹少。东家，成了！咱们在王府后门倒安水的线人结下了这封密信。嫡姐当真好本事，世子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他竟在府里跟那马房的管事勾搭在了一起。马班管事，那可是王府最卑贱的奴才，大小姐这是疯了吗？世子待他如婢女，他又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性子，这种事在深宅大院里最是藏不住。谢阿瑶，你约我来此作甚？莫不是想跪地求饶，求我让世子收了你？嫡姐看这花色可还眼熟，听说那马房的武管事日日将此物贴身揣着视若珍宝。你胡说什么？这种肮脏东西，定是你从哪捡来栽赃我的！栽赃？若我现在将武管事扭送世子面前，再搜出你们往来的情书，嫡姐觉得世子是会休了你，还是直接让你暴毙？阿瑶，好妹妹，你想要什么？银子，还是这王府的名分，我都给你。我要当年谢家冤案的卷宗，尤其是那些证人名单和静安王府接头的物证。那是王府密室里的东西，世子若是发现少了，会杀了我的。他不发现，你只是可能死。若我不高兴，你今日便活不成。谁家小贼竟敢掏本世子麻袋？查不出来，统统去死！世子疯了，若被他知道私通的事，谢阿瑶，我比你更狠。阿瑶，这嫡姐靠得住吗？他这种人最惜命，为了活命，他会比任何人都能干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谢阿瑶，你发过誓的，只要我把卷宗偷出来，那督导核心必须当面烧掉。东西真假，验过再说。这些证人多半是静安王府买通的家仆。嫡姐，你这世子夫人的位子坐得可稳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世子这2天跟疯了一样，在府里见人就打。若是被他发现卷宗丢了，他定会活剥了我的皮。烧了他，快烧了他！名单上的人我都要，嫡姐不如做到底。告诉我，这名单上的王二和李四，现在被藏在王府的哪个庄子里？你答应过拿到卷宗就放过我的。信用是留给人的，不是留给豺狼的。乖，告诉我地址，否则明早世子的枕头底下就会出现这块红梅肚带。还没查到，京都城里谁敢对本世子下黑手？爷，那天后巷太黑，对方手脚太干净。倒是那天守门的婆子说，看见世子夫人这2天鬼鬼祟祟，老往后园假山跑。那个蠢妇，去给本世子盯着他，若他真敢吃里扒外，本世子教他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阿瑶，成了吗？成了。谢家冤案终于撕开口子了。我就知道你最厉害。
去洗把脸，温着甜粥浆呢。你们又是何人？那齐猛说有人接应，可是真的？小婿陈安，见过岳父大人，见过小舅子。岳父，佳姐阿瑶当真嫁了个豆腐郎？正是，阿瑶怕京城眼线多，不敢亲自来，托我先把二位安置在这宫房里。这里名义上是安姬的磨坊，外人轻易进不来。两位受苦了，这是夫人特意准备的，说是谢大人在矿场落下的废疾，得用这年份久的人参吊着。尚书府落难，昔日门生旧部避之不及，没想到最后竟是一个豆腐佬跨越千里把我们救出来的。岳父大人言重了，阿瑶说谢家是他的根，护住你们就是护住他的命。我陈安没大本事，但只要有一口锅在，绝不让二位饿着。二位先歇着，我给你们带了点热食，还温了点酒，喝点去这北境带回来的寒气。小姐，阿旺传信回来了，大人和公子都接到了，安顿好了。接到了就好，接到了，我这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能放下半截了。奶娘，父兄既然已救出，咱们在京城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卷宗丢了，名单也没了，是谁？到底是谁潜进了本世子的书房？爷，世子夫人这2天说是心神不宁，去城外上香了。上香？我看他是去奔丧，给我追！抓不到人，你们统统陪葬！陈安，阿瑶右承庭训，读的是女则内训，谈的是高山流水。你这整日舞刀弄斧、磨豆劈柴，当真能与他有话可说？正是，长姐才情冠绝精华，如今却要在这烟火气里讨生活，实在叫人唏嘘。岳父大人，小舅子，阿瑶懂得那些高深学问，我是不大懂，但我知道她爱吃南街的酸杏脯，知道她每晚写字手腕酸。在矿场那会儿，那些读过圣贤书的管事可曾给二位递过一碗热汤？我没文化，但我能让阿瑶睡得安稳，让二位在这儿有口热饭。女儿不孝，让父兄受苦了。阿瑶，是为父无能。阿瑶，这几年来，他待你如何？父亲，若没陈安，阿瑶早化作乱葬岗的一抔黄土。他虽是豆腐郎，却是阿瑶唯一的避风港。岳父，您多吃点，等办完事儿，咱们热热闹闹回乡去。罢了，富贵如浮云，唯有真心不可欺。这个女婿，老夫认了。谢阿瑶，圣上近来龙体欠安，胃口极差。听说你开的那家店豆乳养人，这才传你进宫。若出了岔子，你那义父可加牌匾，可保不了命。总管放心，民妇定当竭尽全力。进宫了！他竟然进宫做贡品了！若是让他讨了皇上的欢心，翻了谢家的案子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夫人，这是从黑市弄来的断肠散，无色无味，只要混进陈家准备的豆浆原液里，神仙也查不出来。去！买通御膳房那个好赌的小太监，我要让他谢阿瑶有命进宫，没命出来。陈夫人辛苦了，喝口水歇歇吧。这般下三滥的手段，狄姐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且慢，总管大人，这道万寿豆乳须得最后一道工序方能显出奇效。有毒！护驾！快护驾！
圣上恕罪，民妇一早便察觉有人心怀鬼胎，特意备下2份材料，这份毒物正可作为证据，请圣上明察，究竟是谁要在这深宫进血，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查，给朕查个水落石出。狄姐，这回是你自己把脖子伸进了断头体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圣上的贡品里下毒！说，谁指使你的？饶命！总管饶命！奴才只是见财起意，没人指使，没人指使啊！财，御膳房的赏赐虽多，怕也抵不了你在外城欠下的100两赌债吧？这是你签给万通赌堂的欠条。若我没猜错，昨夜有个披着黑色斗篷的婆子，不仅替你还了债，还给了你这瓶断肠散。陈氏，你既然早有防备，可知幕后之人是谁？回圣上，民妇一介草民，不敢妄言。但这毒瓶底部刻有王府私制的暗记，且这引路的婆子，民妇曾在静安王府见过。启禀圣上，抓到了，此人正是静安王世子夫人的陪嫁奶娘。只要谢阿渊一死，谢家便再无我对手。传皇上口谕，世子夫人谢氏胆大妄为，御前投毒，谋害命官眷属，大逆不道，幽禁后院，听候发落。蠢货！本世子早该打死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疯婆子！公公明鉴，此乃毒妇私自行事，与王府无关。阿瑶，太险了，万一那小太监手快一步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嫡姐被禁足，世子为了自尽，定会与他反目。陈夫人，你可知越级呈报谢家旧案，若是证据不足，便是诬陷皇亲国戚，其罪当诛。民妇自知人微言轻，但谢家满门忠烈，蒙冤数载，这些名单账目，皆是民妇冒死从王府所得，请周先生看在谢老将军当年守卫边疆的情分上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好个烈女子，本官定当竭尽所能，亲抵御前。谢阿瑶，你来看我笑话！世子不会放过你的，母亲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母亲，你以为她真的爱你吗？这是当年我入勾栏前，谢家特意准备的绝嗣汤药方。你知道上面加了一味什么药吗？那是老鸨灌你的，与谢家何干？那是母亲亲手添的红花饮，为的是让我彻底断了生养，免得日后万一被高门看中，挡了你进王府的路。他为了捧你，不惜毁了我一辈子，可笑你还觉得那是母爱，却不知你也是他权衡利败下的棋子。阿瑶，别想了，咱们有平平，有安安，那劳什子药方烧了他。陈安，我以前总觉得是命不好，却没想到竟是至亲之人的算计。他们欠你的，咱们一桩桩讨回来。该动手了。奶娘，传信给阿旺，手脚利落些，这些东西赶紧拉到当铺去。世子夫人在王府受了难，打点上下处处都要银子。谢阿瑶，你这个丧门星，竟敢带官差闯自家宅子，你还有没有尊卑孝道？尊卑孝道。当年母亲亲手在那碗绝丝汤里加药时，可曾想过我也是这个家的女儿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为了保全谢家的名声。捕仇大人，民妇举证，谢宅内室夹墙之中私藏有当年谢家抄家时隐匿不报的禁物与赃银。搜！谁敢搜？这是尚书府邸！奉旨搜查，格杀勿论。哼，这可是当年御赐给谢老大人，随后爆装毁于火灾的贡品。谢老夫人，你作何解释？不是我的，是谢远山那个老混蛋留下的。母亲，
这些东西藏了5年，你原本是想留给狄姐做底牌吧？可惜，现在他们是你的断头台。呸！监守自盗，连御赐的东西都敢私藏，活该下地狱！安妮，没事了，谢家欠你的这一笔总算清了。还没完，奶娘，把剩下的账单送去静安王府，王府欠咱们的该收利息了。贱人，不仅把本世子的名声搞臭，还要断本世子的财路！爷，谢阿瑶手里捏着咱们府里好几个铺子的欠条，若不还钱，就要去告御状了。去，告诉谢阿瑶，本世子要亲自跟他谈谈这笔账。阿瑶，你真是好手段。先是弄垮了你母亲，现在又拿着这些陈年旧账，想把本世子的王府也一并吞了。世子爷言重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这几家绸缎庄和当铺挂的是王府的名头，实则内里亏空，全靠我安记的银子吊着命。如今民妇想要收回本金，合情合理。合情合理？本世子若是偏不还呢？世子爷想赖账，那正好，我媳妇儿刚得了一块义父牌匾，咱们这就抬着牌匾去顺天府走一趟，请全京城的百姓评评理，看看堂堂王府是如何侵占民财的。阿瑶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只要你帮本世子办成一件事，这些欠条本世子双倍奉还。哦，世子爷请讲。如今朝廷查得紧，王府有些私下的伎俩，急需过账。你那安记生意遍布邻省，只要你答应帮本世子转个手，本世子还能保你在京城横着走。你想拉我下水做替死鬼，那我就给你挖个通天的深坑。但这事儿风险极大，须得世子爷亲笔签一份转纳文书，交与民妇保管，以防万一。好，爽快！只要能把这笔银子洗干净，文书算什么？阿瑶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勾当，你真要帮他洗钱？帮他？我是要送他上断头台。阿旺，按照计划，把王府转过来的每一笔银子都记在明账上，但要把去向记在去往静安王府的竞争对手那里。明白了，等他发现银子全变成了怪账，王府的家底也就掏空了。谢阿瑶啊，谢阿瑶，你终究只是个贪财的妇人。等这笔银子洗来，本世子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你和你那个豆腐汉。不可能！本世子转去安记的300万两银子呢？那是王府最后的家底儿。世子爷忘了，那是您亲笔签的投资文书。可惜，那些银子投进了城南的废矿和北境的荒地，如今颗粒无收，全赔光了。你算计我！你是故意的！报应，都是报应！世子爷，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连祖宗的宅子都要赔给这个贱人！你这疯妇！阿瑶，你帮王府填了这笔债，我立刻写下休书，休了这疯妇，娶你做正房世子夫人。世子爷，你是被债主逼疯了吗？世子爷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夫君陈安，这是我谢阿瑶用命护下来的孩子。你那阿萨的王府正房，我嫌脏。王府查封在即，世子爷，这京城的富贵梦，您该醒了。谢阿瑶，你这个毒妇！恭喜谢老大人，贺喜谢老大人，圣上隆恩，谢家平反昭雪，官复原职。这宅子田产不日便要发还了。谢主隆恩，谢家终于清白了。听说了吗？那卖豆乳的陈夫人，竟然真是尚书府的嫡系小姐。如今谢家翻了身，谢老大人官复原职，那可是正二品的门第。你们说
谢家还能容得下那个满身豆腥味的豆腐郎？东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夫人待你一向赤诚，你怎能……阿旺，阿雅是金枝玉叶。以前谢家落难，我护着她是报恩；现在谢家平反了，她是尚书府的二小姐，未来是要出入宫廷结交权贵的。我一个磨豆腐的，只会成了她的笑柄。小姐，大人刚才差人来话，说明日要接您回谢宅，还说那豆腐铺子往后就不必开了，免得污了门楣。污了门楣？若没这铺子，谢家的人早就饿死在北境。阿瑶，这是和梨树，你带孩子回谢家吧。我回老家，把2店和3店照看好，每年的利钱，我按时让人送进京。陈安，你再说一遍。你值得更好的，我不配。陈安，你以为我求的是这滔天的富贵吗？我求的一直都只是你啊！阿瑶，圣旨下了，你是尚书府金贵的2小姐了，往后出入的是高门大院。我一个磨豆腐的糙汉，站在你身边，只会脏了你的名声。名声，陈安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！我谢阿瑶在勾梁垂死挣扎时，尚书府在哪儿？是你陈家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，是陈安拿命护着我和孩子。陈安，这些年难为你照看，老夫会重金酬谢，全了这段情分。诸位，今日谢家平反，双喜临门，民妇谢阿瑶要在这天子脚下补办我与夫君陈安的婚礼。尚书府嫡次女竟然要给个粗鄙汉子补办婚礼，疯了吧？5年前我被充作官妓，是陈安用80米8匹布救我出苦海，他是我谢阿瑶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挚爱。陈掌柜，5年前聘礼太轻，今日以这尚书府的门楣为聘，以这安妓万贯家财为嫁妆，你可愿再娶我一次？愿意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只娶你谢敖一个。哪来的疯婆子，浑身臭烘烘的，快滚开，别挡了陈夫人的财路。阿瑶，好妹妹，给我口吃的，我是世子夫人，我肚子里的世子要吃肉。世子夫人，嫡姐，靖安王府半月前就查封了，世子在狱中已经签了休书。休书？那是纸，那是擦嘴的纸。阿娘，你以前最听话了，快给我银子，我要买金钗，我要回谢家。伙计，盛碗热豆花来。这碗豆花是我嫁进陈家第1天吃的滋味，嫡姐你也尝尝吧。为什么你这种贱命能过得这么好？我才是嫡女，我才该是凤凰。因为我谢阿瑶即便在泥潭里，也想着怎么活下去，而你只想着怎么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。这一碗全了你我同姓谢的情分，往后你是生是死，与我陈家再无干系。媳妇儿，心里难受吗？不难受，有些债还了，有些人散了。陈安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。谢远山竟然真的翻了案，还有那个叫谢阿瑶的庶女，竟能在京城掀起这么大的浪头。大人，当年构陷谢家，咱们在北境留下的几处暗桩，都被陈家的商队拔了。若让那女子继续查下去，迟早会查到大人头上。这谢阿瑶留不得了，让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吧。阿瑶，
这片林子太静了，连鸟叫声都没有。咱们走快些，进了工坊就安全了。好，听你的。总觉得这2日京城的气氛不对劲。陈安，万事小心。坐稳了，拿人钱财，取尔性命，杀！护主夫人，谁敢上前，老子劈了他！救命！小姐，救命！南娘别怕，陈安在外面。在这京城，还有谁非要我的命不可？阿瑶，躲开！阿瑶，快走！陈，你别吓我！老子弄死你们！陈安，你若死了，我定让这全京城陪葬。阿瑶，这些刺客或是宰相指使，老贼是要杀人灭口。宰相想要我的命，那我就先断了他的根。阿旺，传信给所有的加盟商和商队，从今日起，凡是宰相门生名下的铺子、酒楼，一律断供豆浆、豆腐和食盐。断盐？那是死罪。我有巡抚的以工代赈批文，更有北境商路的调配权。告诉那些粮商，谁敢卖粮给宰相的军屯，就是我陈家的死敌。大人，不好了！那谢阿瑶发动了各地商号，掐断了咱们所有的资金链。南边的银子汇不过来，北边的粮草被陈家商队截胡了。一个奸商，竟想凭财力撼动朝纲，他疯了不成？媳妇儿，别为了我造孽。陈安，以前你磨豆腐养我，现在我用这天下财富为你报仇。大胆民妇，金銮重地，岂容尔等擅闯？速速离去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民妇陈某受当朝宰相买凶劫杀，夫君重伤垂死，今日不为私怨，只为大庆律法，状告当朝宰相贪墨军饷，勾结外敌，草菅人命。谢家余孽，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，本相辅佐两朝，岂容你这商贾贱妇污蔑！来人，插出去，杖毙示众！大人怕了吗？怕我手中这份断了您资金链的往来账簿，还是怕北境商队带回来的通敌密信？这些年，大人名下铺子洗的每一文钱，安记都记在明账上。大人断了边关粮草，却在京郊广积私仓，证据在此。谁敢杀我，便是要杀人灭口。圣上口谕，宣义父陈氏进殿面圣。陈安，看好了，我要让这高高在上的权臣跪在你的血衣面前认罪。民妇不求赏赐，不求荣华，只求圣上亲揽此账，还大庆将士清白，还我夫君公道。老贼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等联名弹劾宰相，请圣上明断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两朝元老，好一个社稷栋梁，边关将士啃树皮，你却坐拥万贯家财。圣上明察，这都是谢家余孽伪造的。这奸妇为了给那豆腐汉报仇，不惜构陷朝臣，其心可诛啊！圣上，微臣已连夜核对过谢阿瑶提供的商路单据，与户部流出的军需驻额分毫不差。宰相府家丁昨夜纵火焚烧私仓，已被微臣带人当场拿获。你口中的贱妇，
在灾荒年岁以工代赈，救活了数万流民。你眼中的豆腐汉，为了护住朕的义父，至今生死未卜。来人，摘去这老贼的顶戴花翎，抄没宰相府9族流放，主犯择日问斩，以谢天下。民妇谢圣上隆恩，谢家清白，夫君公道，终得昭雪。阿瑶，你做到了，谢家彻底清白了。咱们回府吧，圣上赏了你1品诰命，往后没人敢轻看你。父亲，那1品诰命是给谢家女的，不是给陈家妻的。谢家清白了，阿嫣的任务也完成了。阿瑶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陈安，老贼倒了，咱们赢了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！你答应过要带我回乡磨豆腐的。传圣上口谕，陈氏阿瑶揭发逆贼有功，特授陈安正5品昭信校尉。传圣上口谕，陈氏阿瑶智勇双全，揭发逆贼有功，特赐封为护国1品夫人。啥？正5品校尉？阿瑶，我这是当官了。好女婿，哈哈哈哈！正5品啊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军功封赏。往后回了谢府，看谁还敢说你是白参豆腐郎。姐夫，如今你也是官绅了，咱们谢陈两家在京城这地位可就稳如泰山了。阿瑶，这官我能不能不当？怎么，被封了大官，反倒不高兴了？阿瑶，我大字不识几个，就会磨豆腐。这京城的官场比北境的雪还冻人，喘不上气。我想咱爹娘了，想老裤子的石磨了。阿瑶，咱们回乡吧，还回去卖豆花，行吗？陈安，这京城富贵虽好，但没一处比得上老家灶头暖和。好，咱们回乡。圣上封的是官职，又没说一定要在京城做官。咱们回乡，把安济开遍大江南北，做天底下最自在的官。阿瑶，快看，到家了，那城头上的豁口还没补上呢。还是这儿的太阳瞧着舒坦，京城的日头总像是隔着一层雾。哎呦，老头子快出来，看那是谁回来了！爹娘，不孝儿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听说你在京城当了大官，娘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儿媳见过爹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阿瑶啊，你看看这酒楼，全是按你走前留下的方子经营的。如今咱们陈家不仅卖豆花，那皮蛋豆腐、铁板豆腐，那是远近闻名，成了全城最大的酒楼了。哈哈哈哈！阿瑶，你不在这些日子，爹又在隔壁县开了2家分店，现在咱们陈家的名号那是响当当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萍萍、安安，快到奶奶这儿来，奶奶给你们做了最甜的蜜豆花。京城的荣华如过眼云烟，唯有这一碗烟火气，才是真正的归宿。当初你和阿瑶上京，这铺子还没半间房子大。如今这3层小楼进出的全是达官显贵，全赖我这好儿媳有本事啊！那是，阿瑶可是圣上亲封的护国夫人，咱们老陈家那是祖坟冒青烟了。爹爹，我也要喝那个白白滑滑的。好，爹给你盛，多加点糖水，咱们安安最爱吃甜的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阿瑶刚怀上
葬的时候，老头子非要起名叫平安，安儿还在这跳脚呢。可不是嘛！当时这混小子急得脸都紫了，说是从了名，非得让自己改名叫陈大魔。爹爹，那以后奶奶叫安安，是你应生还是妹妹应生呀？臭小子，连你也编排你爹，那是以前，现在我是昭信校尉了，得有个正经名头。不管叫什么，只要平平安安，就是这世间最好的福气。阿瑶，当了这五品官，我还是觉得这石墨瞧着亲切。名利场里走一遭，还是这儿的豆香最醉人。阿瑶，这辈子我这大名改不改不打紧，只要小名一直能在你嘴里叫着，我就知足了。安安爹爹，快来给我讲故事。今日进书院，不考4书5经，只考1双手。在这里，没人会因为你是女子，是庶出，就轻看你。我会教你们识字、算账、经商、磨豆子。我要让你们走出这道门时，兜里有银子，腰杆子是直的。经商之道，贵在诚，胜在齐。就像咱们陈家的豆花，为何能开遍全大庆？是因为陈夫人的方子好。方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们要学的是看准人心。这世间靠男人怜悯活着的日子太苦，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本事才是底气。小姐，您这是在给天下的苦命女子造一个家啊！丫头们使点劲儿，得顺着石墨的性子来。陈校尉，堂堂5品官来这儿当教头，可觉得屈才？屈啥才？看着这些小丫头能自食其力，比在京城陪那些大官喝酒有劲儿多了。媳妇儿，你这主意真绝，这叫授人以渔。东家，第一批从书院结业的3个姑娘，已经在邻省带队开了新店，账目清清楚楚，利钱翻了1倍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我要在大庆每一个州府都建一座红袖书院。曾经我也在泥潭里求生无门，如今我要亲手为这些女孩子劈开一条通往尊严的路。水，给我一口水。喝吧，造孽。东家，北边传来消息，当年那个洪秀昭的老鸨死在流放的路上了。听人说，他临终前还在念叨着那些年私藏的金银，被野狗啃了半截身子才被人埋了。知道了，那个曾经掐着我的下巴，强行灌下绝色汤，说我这辈子注定是烂在泥里的贱骨头的女人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荒野里了。东家可要给他寻个去处。不必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欠我的，他用这几年的颠沛流离还了；我欠他的，那一碗绝嗣汤早就两清了。阿瑶，怎么了？笔都干了。只是觉得有些账，老天爷终究是算得清的。陈安，这世间的喧嚣和仇怨，从今日起，在我心里都静了。爹爹，你都坐在这儿磨蹭3个时辰了，还没写完吗？去，小丫头懂什么？爹这是在为国谋划。陈大校尉，这5品官都当得，如今怎的被这几本剑志给难住了？阿瑶，我是个粗人，以前觉得护着你就够了，可如今这世道，光靠蛮力不行。你是圣上亲封的护国夫人，是谢家的千金。若我只是个粗人，
万一哪天再遇上宰相那样阴狠的文官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所以，你这2年推了应酬，就是为了考这文职？想考个地方小官，名正言顺坐在公堂上，谁敢再往你身上泼脏水，我就能用律法办了他。中了，东家中了，是本县的主簿。老祖宗保佑，咱们家出了个正经读书官啊！阿瑶，虽然是个芝麻大的小官，但以后在这地界，我能名正言顺护着你了。陈属部，往后余生，可得请大人多多关照了。阿瑶，如今谢家虽然平凡，但也人才凋零。谢家这一脉的爵位和门第，总得有个文武双全的后辈来承袭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这孩子天资聪颖，眉眼间极像我谢家祖上那位探花郎。为父想着，不若让平平改姓谢，记入谢家嫡系族谱，日后由我亲自教导，保他一个锦绣前程，也算全了谢家的香火。二姐，姐夫虽好，但陈家毕竟是商户出身，平平若姓陈，将来入仕难免被人诟病家世卑微。若归了谢家，那便是一品侯府的嫡孙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岳父大人，平平她……天大的恩典？父亲莫不是忘了，5年前是谁在这2个孩子还没出世前就拼了命护着他们？是陈安，是我那个被你们瞧不起的豆腐郎淑君。阿瑶，为父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。前途？我陈家的孩子有护国夫人的娘，有昭信校尉的爹，更有开遍大清的安济做后段。他们的前途不需要靠改姓来换取。我谢阿瑶的孩子生姓陈，死入陈家祖坟。谢家的爵位谁爱要谁要，但我陈家的根谁也别想动。娘亲，我永远叫陈平，对吗？对，你是陈家的平平。媳妇儿，慢点走，咱回家吃豆糕喽。阿瑶，这担子还是原来的分量，挑起来心里最踏实。媳妇儿，在京城当了1品夫人，又当了书院院长，如今回这乡下地方，委屈不？这世间最繁华的街道我走过了，最冷清的深宅我也待过了。陈安，只有这满地菜花黄，才是我心里最安稳的颜色。爹爹，快点！爷爷奶奶肯定在老铺子后院磨豆浆等我们呢。人生没有重来，但只要不放弃，废墟之上亦能开出这漫山遍野最美的花。